2026年5月2日，发生了一件震撼整个金融界的大事，巴菲特的波克夏開了他們最新的股東大會。這一次，全網的焦點都集中在一個數字上，3970億美元。這是什麼概念？波克夏賬上的現金儲備再次創下了歷史新高，接近4000億美元。為什麼在這個標普500指數過去一年大漲了超過26%，大家都覺得股市很好賺錢的時候，這位95歲的投資之神卻選擇把將近4000億美元的現金死死攥在手裡，一股都不買？他在股東大會上接受 CNBC 記者訪問的時候，說了一句非常重的話。他說 ：“The market's to a church with a casino attached. People can move between the church and casino, and I would say there are more people in the church and more people in the casino, but the casino's gotten very attractive to people.” 他還說了一句更直白的 ：“We've never had people in a more gambling mood than now.” 聽到這裡，我想問熒幕前的你一個問題：你現在在股市裡面到底是在投資還是在賭博？今天我不講那些複雜的技術指標，我會用大家都能聽懂的富人思維，帶你拆解巴菲特這3970億現金背後的底層邏輯。我會告訴你真正的機會到底在哪裡，以及我們散戶要如何在這個充滿誘惑的賭場裡做到長期安心、超級盈利。好，我們先來搞清楚第一個問題：3970億美元到底有多誇張？我先給你一個直觀的感受：3970億美元，它比智利、葡萄牙的 GDP 還高。一家公司賬上的現金比一個發達經濟體一年創造的財富還要多，你說誇不誇張？大家可以看看這組數據，在2022年底的時候，波克夏的現金大約是1285億美元，到了2023年底增加到了1676億，2024年底直接翻倍到3342億，而現在2026年第一季結束，飆到了3970億。短短3年多的時間，現金水位翻了3倍。你想想看，一個做了60年投資的人，他不是找不到股票買，他是刻意選擇不買。這背後的信號比任何技術指標都要強烈。為什麼我要特別強調這個數字？因為巴菲特手裡的現金水位就是市場的溫度計，現金越高，代表他覺得市場越貴越危險。而且你注意一個細節，波克夏在2024年大幅減持了蘋果的股票，從持有9億股減到了大約3億股。他不是不看好蘋果，他是在高位兌現利潤，把子彈收回來。這個動作就像一個經驗豐富的獵人，在獵物還沒出現之前，先把子彈裝滿。我們來回顧一段歷史，這段歷史非常重要，因為它會告訴你，巴菲特囤積現金之後，通常會發生什麼事。2008年金融海嘯，雷曼兄弟破產，全球股市崩盤，哀鴻遍野。你知道當時，也就是2008年底，波克夏賬上有多少現金嗎？只有254億美元。對，你沒聽錯，連現在的1/15都不到。但是就在那個全市場最恐慌，大家都覺得世界末日要來的時候，巴菲特用這254億美元的子彈做了什麼？他給高盛注資了50億美元。當時高盛的股價已經腰斬，華爾街人人自危，沒有人敢碰金融股。但巴菲特不但買了，還談到了一個非常優厚的條件：10%的優先股股息，外加認股權證。他又給奇異公司注資了30億美元，同樣是在市場最恐慌的時候。後來在2011年，他又投資了美國銀行50億美元。結果呢，短短幾年時間，光是高盛這一筆投資就幫他賺了37億美元，加上奇異和美國銀行這些在別人恐懼時買入的資產，總共幫波克夏賺了超過100億美元的淨利潤。這就是我經常跟你們說的，真正的機會永遠誕生在春天。在市場的冬天，當別人都嚇得不敢出門的時候，聰明的投資者已經在靜悄悄地用低廉的價錢買入優質的資產了。那現在呢？當年254億就能賺100億，現在巴菲特手握將近4000億，他在等什麼？他在這次股東大會上說得很清楚，他說他做投資60年，真正特別肥美的機會只出現過5年，其他時間他都在等。他還說，
最佳的買入時機是當市場崩潰，沒人願意接電話的時候。而現在的市場剛好相反，現在是人人都在搶着打電話下單的時候。好，那我們來看看現在的市场到底有多瘋狂。巴菲特用了一個非常生動的比喻，他說，市場就像一間教堂，旁邊附帶了一個賭場。教堂裡面是那些認真做功課、長期持有優質公司的投資者，而賭場裡面是那些買一天期期權、玩預測市場、追漲殺跌的賭徒。他特別點明了一種現象，他說 if you're buying one-day options or selling them, that's not investing, it's not speculating, it's gambling, just totally. 什麼是一天期期權？簡單來說，就是你今天買一張合約，賭明天某只股票漲還是跌。如果猜對了，你可能翻倍；猜錯了，你的錢就歸零。這跟去澳門壓大小有什麼區別？唯一的區別就是你是坐在家裡用手機壓的。他還舉了一個真實的例子，前不久，一個美國士兵因為提前知道軍事行動的消息，在預測市場上賺了40萬美元，結果呢，被美國司法部以內幕交易罪起訴了。巴菲特說，這種事情的數量現在是不可思議的多。你看，當一個市場連士兵都在利用內幕消息去賭博的時候，你覺得這個市场健康嗎？我们来看看客觀數據，兩個最重要的估值指標都在瘋狂閃紅燈。第一個叫巴菲特指數，這是巴菲特自己在2001年接受訪問時提出的。他說，這可能是任何時刻衡量市場估值水平的最佳單一指標。它的算法很簡單，美國股市總市值除以 GDP， 你猜現在這個數字是多少？227%。227%是什麼概念？2000年科網泡沫最瘋狂的時候，這個數字才147%。2008年金融海嘯前夕，大概是106%，而現在227%是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水平。第二個指標叫席勒本益比，這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·席勒發明的，用來衡量大盤整體估值水平的指標。它不是看1年的盈利，而是看過去10年經通脹調整後的平均盈利，所以它能更準確地反映市場的真實估值。現在標普500的席勒本益比已經接近40倍了。40倍是什麼概念？這個指標的歷史平均值大概是16到17倍，即使從1976年算起，平均也只有22倍左右。現在接近40倍，是歷史第2高的水平，僅次於2000年科網泡沫破裂前夕。大家還記得2000年發生了什麼嗎？納斯達克指數從5132點暴跌到1108點，跌了78%。多少人的身家在那一輪泡沫中灰飛煙滅？我自己就是其中一個。我在2000年科網泡沫中輸光了本金，那種痛我到今天都記得。當時我以為自己很聰明，以為買了科技股就能賺得盆滿缽滿。結果呢？市場給了我一個血淋淋的教訓。在泡沫中進場的人，最終都會成為泡沫的一部分。所以我特別不希望看到熒幕前的你重蹈我當年的覆轍。大家還記得我說過的市場4季理論嗎？春夏秋冬，春天是隱身階段，聰明錢悄悄進場，大眾聞股色變；夏天是覺醒階段，機構大舉買入，大眾開始覺醒；秋天是狂熱階段，人人都覺得自己是股神，而冬天就是泡沫爆破，哀鴻遍野。傳媒每天都在渲染哪只股票又創新高了，社交媒體上到處都是我靠期權一天賺了多少錢的炫耀帖子，連平時不關心股市的人都在跟你討論要買什麼股票。你的同事、你的鄰居，甚至你的理髮師都在跟你說他最近買了什麼，賺了多少。這就是典型的秋天信號。在這個階段，股價已經脫離了基本面，市場情緒極度高漲。很多人以為自己在投資，其實他們只是在玩買大小的遊戲。這就是無證駕駛啊！沒人會不考駕照就開車上高速公路，但很多人卻在完全不懂商業常識的情況下，把辛苦賺來的第一桶金，甚至把養老金都投進了這個賭場裡。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最近也公開說了，他說很多年輕人去做藍領工作，然後把錢拿去買彩票，這讓他很抓狂。
他說，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不要去買彩票，你應該去投資，然後看着它成長。你看，連美國財政部長都在呼籲大家不要賭博了。但問題是，很多人分不清什麼是投資，什麼是賭博。他們以為自己在投資，其實他們只是在一個更瘋狂的賭場裡面下注而已。好，那我們來看看真正的投資應該是什麼樣子。巴菲特在這次股東大會上給了我們一個完美的案例。他特別請蘋果公司即將卸任的 CEO 庫克站起來，接受全場4萬多人的掌聲。巴菲特說了一段話，我覺得非常有啟發性。他說 Tim took over about 14 years ago when Steve died, when we made our investment and turned over 10% of the resources of Berkshire. We were turning it over to Tim. As I say, he has turned that into $185 billion or something pre-tax, thanks to him. 大家聽清楚了嗎？波克夏當年投資蘋果大約花了350億美元，在庫克的帶領下，這筆投資現在變成了大約1850億美元，翻了5倍多。而且這不是1年2年的事，這是長期持有的結果。巴菲特沒有因為蘋果股價短期波動就賣掉，沒有因為中美貿易戰就恐慌割肉，沒有因為疫情就清倉離場。他就是耐心地持有一家有偉大護城河的公司，這才叫投資。用生意人的眼光找到一家有護城河的好公司，交給優秀的管理層去打理。你不去天天盯着股價看，不去買賣1天期的期權，你就是耐心的持有。這就是我一直倡導的理念：長期安心，超級盈利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在2016年跟着巴菲特一起買入蘋果，350萬變成1850萬。35萬變成185萬，你什麼都不用做，就是買入然後持有，這就是富人思維的精髓。不是每天在市場裡面殺進殺出，而是找到一匹千里馬，然後騎上去，讓它帶着你跑。但是為什麼95%的散戶賺不到這個錢？第一，因為焦慮。你每天打開手機看股價，漲了開心，跌了心慌，這種情緒波動會讓你做出錯誤的決策。你知道嗎？研究顯示，散戶平均持股時間只有幾個月，而巴菲特持有蘋果已經超過8年了。第二，因為拿不住，當股票跌了10%，你就慌了，趕緊割肉止損；當股票漲了20%，你就急着落袋為安。結果呢，你賣掉的那只股票後來又漲了5倍。你有沒有過這種經歷？我相信很多人都有。第三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，你沒有一套完整的投資體系來支撐你的信念。你不知道自己買的公司到底值多少錢，你不知道現在是市場的春天還是秋天，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進場，什麼時候該離場，所以你每天都在為市場的波動而心跳加速。你知道嗎？心態決定行為，焦慮的人在牌桌上是贏不了的。彼得林奇說過一句非常經典的話：股市下跌時賣出股票的人，就像暴風雪來臨時跑出溫暖房子的人一樣愚蠢。問題是，你怎麼才能在暴風雪來的時候有信心留在房子裡面？答案很簡單，你需要知道你的房子夠不夠堅固，也就是說，你需要真正了解你買的公司到底好不好。講到這裡，你可能會問，既然巴菲特說現在市場像賭場，估值又這麼高，他都拿着4000億現金不買，那我該怎麼辦？我是不是應該把手上的股票全部清倉，然後等崩盤？我的答案是絕對不是。彼得林奇所說，大多數人不是輸在股市下跌，而是輸在等，因為預測與等待股災的來臨，反而損失了很多賺錢的機會。巴菲特自己也說了，他不是覺得投資不好，而是現在很多東西的價格看起來很傻。這句話的意思是什麼？市場上依然有被低估的好公司，依然有值得投資的機會，只是你需要一雙能看透本質的生意人的眼光，你需要能分辨什麼是真正的價值，什麼是泡沫。而且巴菲特的情況跟我們普通人不一樣，他管理的是將近1萬億美元的公司，他需要找到幾百億規模的投資機會，才能對波克夏產生影響。就像他自己說的，他需要大象級別的獵物。但我們普通投資者只要找到幾隻被市場錯殺的好公司，就能獲得非常可觀的回報。所以問題不是該不該投資，
而是你有沒有能力分辨什麼值得投資。如果你現在感到迷茫，不知道手上的資金該怎麼配置，如果你不想再做那個在賭場裡被收割的賭徒，而是想成為穩賺不賠的賣鏟子的人，那麼你現在最需要做的不是去到處打聽名牌，而是投資先求知。查理芒格說過一句話，如果你不學習，這個世界会讓你一無所有。這也是為什麼我投入了大量的心血，打造了 GMT 會員計劃。我必須跟你說清楚， GMT 不是一個報牌群，我們不會每天告訴你今天買什麼，明天賣什麼。如果你想找這種一夜暴富的捷徑，那 GMT 不適合你。那種東西跟買彩票沒有區別。在 GMT 裡面，每個星期五晚上7點，我會親自帶着你看市場，不是紙上談兵，是真槍實彈的分析港股、美股，告訴你我在看什麼，我在想什麼，我的邏輯是什麼。我們已經這樣做了超過6年，累計超過300場 live 直播，過萬名學生跟着我們一起成長。具體來說，在 GMT 裡面你會學到什麼？第一，宏觀及板塊分析，我會帶你解讀美聯儲的政策、通脹的數據、地緣政治的影響，讓你知道現在市場到底處於春夏秋冬的哪一個季節，然後做出對應的策略。第二，投資案例深度解析，我們會帶你怎麼去看一家公司的財報，怎麼判斷它的護城河有多深，怎麼評估它到底值多少錢。這就是巴菲特投資蘋果的思路。他不是看技術圖表買的，他是看到了蘋果的生態系統、品牌忠誠度和現金流能力。在 GMT， 我們教你用同樣的生意人眼光去分析每一只股票。第三，也是很多學員特別喜歡的潛力股深入研究報告和投資新道修煉。我們教你的就是怎麼像巴菲特一樣，用系統化的方法去分析和持有好公司，而不是像賭徒一樣每天追漲殺跌。而且 GMT 不只教你技術層面的東西，更重要的是投資新道。市面上的老師教你技術指標，3個月就能學會，但是投資心性的修煉是我花了30多年才悟出來的東西。怎麼在市场恐慌的時候保持冷靜，怎麼在別人貪婪的時候保持理性，這些心法才是決定你長期能不能贏的關鍵。最後也是最有價值的地方，通過分析股市與股票，我帶你提升思維層次。現在越來越多人依賴 AI 給答案，大腦已經慢慢退化，能夠觀察並且獨立思考的人越來越少。也是我越來越相信，當你學會了深度思考後，你会发现機會越來越多。1年的費用還不到你在股市裡一次錯誤決策虧掉的零頭，但它可能是你這輩子回報率最高的一筆投資。投資在你自己的大腦上，因為知識是別人永遠搶不走的財富。點擊下面的資訊欄，把握有限名額。好，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。很多人看到巴菲特囤積現金，就覺得他在看空市場，覺得崩盤馬上要來了。其實巴菲特不是突然一下子囤了這麼多現金，他是從2022年開始，連續10幾個季度一直在增加現金持有量。這代表他不是在恐慌中囤積現金，而是有計劃、有紀律的策略性等待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別。恐慌性持有現金是因為害怕虧損，所以什麼都不敢買。而策略性持有現金是因為你知道更好的機會即將到來，你在儲備子彈。巴菲特60年的投資生涯告訴我們，市場不會永遠在高位，泡沫終究會破裂，恐慌終究會到來，而當那一天來臨的時候，手裡有現金的人就是贏家。所以對於我們普通投資者來說，現在應該做什麼？第一，保持適當的現金水位。我不是說你要像巴菲特一樣把所有錢都變成現金，但你至少應該有一定比例的子彈留在手上。具體多少比例取決於你的風險承受能力和你對市場季節的判斷。第二，不要追高。在市场的秋天，很多股票的價格已經透支了未來幾年的增長，你現在追進去就是在高位接盤。你不是巴菲特，你沒有4000億的本金可以扛得住50%的回撤，所以你更需要謹慎。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趁現在市場還沒崩盤的時候，趕緊提升自己的投資能力，等到真正的春天來臨，你才有能力抓住那些千載難逢的機會。
你想想看，如果2008年的时候你有巴菲特的眼光和勇气，你在高盛最便宜的时候买入，你现在的身家会是多少？但問題是，當時你敢買嗎？你有那個判斷力嗎？你有那個信念嗎？這就是為什麼投資先求知這4個字這麼重要。機會來的時候，沒有準備的人只能眼睜睜看着它溜走。好，最後我想聽聽你的看法，你覺得現在的市場是一個值得投資的地方，還是一個擁擠的賭場？你估計未來1年股市調整15%以上的機會有多大？你喜歡美股、港股還是台股？歡迎在下方留言區告訴我，我們一起討論。如果你覺得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，記得點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們上傳視頻的通知了。我們會把複雜的經濟和投資理論通過實事來簡單的講給你聽，也請你把今天的影片分享給你身邊關心投資的朋友，讓更多人看到。我們下條影片再見。